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个2周之前的旧闻，也就是10月16号这一天发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门前的那场冲突。那一天呢是16大召开的日子，恰好那天我呢骑自行车又摔伤了，所以这个新闻呢我没有做。但其实我认为它还挺重要的，所以虽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10几天，我们还是把它拿出来重新讲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是10月16号这一天啊。当时有很多香港人聚集在了这个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门前进行抗议。组织这个活动的呢，叫一个叫捍卫港人阵线的这么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里头基本都是香港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这些年啊，就是反送中之后，有大量的香港人离开香港。那么他们出国之后的第一目的地基本上是英国。因为英国会给香港人发海外护照嘛，所以香港人如果去英国，在英国获得居留的这个门槛非常低，所以呢，现在英国有很多城市啊，都有不少来自香港的这些新移民。其中曼彻斯特这个城市啊，是一个香港人聚集比较多的城市，现在这个地方都有被人称之为小香港。那这些香港人呢，聚集在英国之后啊，他们其实啊，对中共啊，对中国啊，政府啊，他是非常不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啊，带着一家老小，在年纪很大的情况下移民到英国啊，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香港不好，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啊对香港的政策变了，1国2制变成了1国1制，对那个反送中过程中间的泛民的势力不停的打压。如果你要是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倾向，你在香港可能就很难生活了。所以这些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了香港嘛，所以这些人来到了英国嘛，所以这些到了英国的香港人呢，他们其实到了英国之后，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啊，在不停的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比如说经常到这个领事馆门前去抗议啊，去游行啊，写一些标语和口号啊，这是在英国司空见惯的事情。说10月16号这一天呢，就大概有600人左右的香港人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就举着一些旗帜啊，顶上写了天灭中共，然后画着习近平的那个漫画啊，习近平戴着个王冠，其中还有一个习近平的脖子上被吊了一个绳子，画那个画就摆在了这个曼彻斯特的总领事馆的门前旁边的那个路上啊。那么在下午3点的时候，就从那个曼彻斯特的总领事馆里头，咵就冲出了一批人，先是到那个地方把那东西给标语给踢翻了，然后有2个保安就把这个漫画的画像啊，习近平的画像就抢到了那个领事馆里面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就发生了冲突。那么有一个香港人就被拽到了领事馆里面，然后中国的领事馆的官员后面就说这些人要冲击领事馆，那双方就发生了冲突嘛。被拽进去的这个人就在里面被一群人一顿暴打。后来呢，英国的警察一看不行了，赶紧过来救人呐，把那人给拽出来了。整个这冲突的过程啊，网上都有视频，我就不放了。因为这视频一放啊就黄标，放黄标呢，这个就是一点收入都没有，所以大家也体谅一下。这个视频很好找，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啊。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在英国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香港人非常恐惧啊，说按道理来讲，在英国啊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应该是受英国法律保护的。那我在中国的这个领事馆门前，我表达抗议，又不违反英国的法律，凭什么受到攻击？如果要是受到攻击之后还不受法律制裁，那其实以后谁还敢随便到中国领事馆门前去抗议啊？那你英国的那个保护言论自由的、游行示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权利，不就受到了侵害吗？所以英国呢也有一些政府的议员呢出来说，希望能够宣布要把这些外交官给赶出去。但是我看英国政府的态度总体来讲啊比较软弱，这件事情大概率啊会不了了之，是吧？那我对这个新闻的好奇啊，就是我观察的角度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全世界啊，你去各地方去看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外交机构的门前，常年是有一批人去抗议啊示威。最明显的就是法轮功嘛，每一个中国的领事馆门前，每一个中国的那些就是那个大使馆门前都有，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啊。那写的口号也是天灭中共啊。那为什么这些领事馆门前没有发生冲突，而这一次的冲突独独发生在曼彻斯特的领事馆门前呢？这个问题啊，我就在想它的答案。
在想这个问题答案之前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这个叫郑熙元这个人，其实挺值得研究的。郑熙元这个人呢，63年出生，今年已经59岁了，马上就退休了。这个人挺有意思啊，他呢是四川内江人，是半路出家的一个外交官。他早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他并不是学外交的嘛。他后来92年，也就是说29岁这一年才进入到了外交部。那么在外交部这些年呢，就基本上在纽约的领事馆呐，反正全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啊，就来回转呢。一直到59岁的时候，也只当到了一个总领事，所以说马上就退休了，是不是？但这个人呢，还挺有文笔的，平时经常在国内的那些报纸上写文章，啊，写一些专栏文章，还参与一些书的编撰。比如说，网上有一本书啊，就是讲那个帝国的西洋吧，就讲当年100多年前《纽约时报》啊，就是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他们把它翻译出来，重新出了一本书。就把那《纽约时报》当时对中国的那些报道，100多年前大清王朝的，不是现在啊，其实相当于观察100多年前大清王朝即将灭亡那个时代的外国媒体的视角。这个郑熙元呢，就是作者之一。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书吧。就这个人其实还挺有文化的，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呢，会直接冲出领事馆呢，跟这人打起来？因为事后英国的天空电视台采访他嘛，他当时就说了，他说这些人呢，侮辱了我们的国家，侮辱我们的领袖啊。他自己承认他拽了那些人的那个头发啊，为什么？那么我个人观察整个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几遍啊，我觉得其实是这个郑熙元呢，其实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其实国内的注意，尤其是引起习近平的注意。为什么呢？就整个那天那个行动啊，你看他出去啊，他其实目标是习近平的像。当时他那些抗议的人呢，在那个使馆外摆着东西，一个写的是标语“天灭中共”，旁边呢就是习近平的漫画像。这漫画像我刚才讲了，像习近平戴个王冠。然后呢，还有习近平绳子套在脖子上被吊死的那个状况啊。因为那天又是16大嘛，所以你看啊，外交使馆的工作人员冲出去之后，他那个人去踢那个标语，但是有2个保安出去之后就上去直接就把那个习近平的漫画像给抢了过来，直接弄到这个领事馆里面去了。就这个细节特别值得关注啊。紧接着这个郑熙元回头不就接受英国的天空电视台采访了吗？其实这事儿也有蹊跷啊。其实这个人呢，应该说发生这种冲突之后，怎么说还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这事儿有点不太寻常。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外交部的指令，他随便接受采访，发生这种冲突之后啊，其实风险也挺高的。但是我看他就直接接受采访了。但接受采访过程中间，他有一段话令人意味深长。他说这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侮辱我们的领袖，我有义务维护他们，这是我的责任。这段话你去仔细想啊，就我刚才讲的关于天灭中共这样的标语，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门前你都看得到。但为什么那些领事馆的人没有冲出来？为什么唯独郑熙元冲出来了？所以郑熙元其实在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间说的这句话，要维护我们的领袖，在侮辱我们的领袖这句话才是核心。他是在想，我不仅仅是在维护中国的国家，我是在维护习近平啊。而那天习近平是在国内召开16大啊，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国内的这些领导能够认识他。说实在的啊，这个放到全世界各地的这个领事级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外交部啊，这个司局级包括部级以上的干部真的是多如牛毛，因为他跟别的部不一样啊。因为你放到外面去，你外交部你放到外面去的总领事或者是这个大使，很多就是正厅级了、司局级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司局级干部，想引起高层的注意也非常非常难。但这一天16大召开，如果要是召开的过程中间能够让人知道，有一批香港人在那侮辱习近平呢，那电视画面会报吗？内参会报吗？有一个领事叫郑熙元出去，为了保护习近平的画像，冲出去跟歹徒搏斗。你想想，习近平可不是一下就知道他了吗？是不是？
就是我的分析，郑熙元的行为逻辑背后大概率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几年啊，其实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啊，此起彼伏啊。其实战狼外交背后有一个逻辑，是因为这些所有的外交战狼啊，其实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大家想想，王毅这一次进了政治局啊，要取代杨洁篪。王毅当年驻日的时候啊，普遍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但是后来呢，变成战狼了，对不对？在加拿大怼记者，你们了解中国吗？你们去过中国吗？是不是？哎，最后变成战狼之后，你看步步升仙呢，这仕途一路春风啊！你看他华春莹是吧？哎，你们中国美国人可以上中国的社交软件，我们就为什么不可以上推特呢？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副部级了。再你比如说那个秦刚是吧？什么内议论的秦刚，这回也进了中央委员呐。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战狼外交啊，它都获得了比较好的生姜途径，它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样板效应，就是在外交部，你如果要是战狼、激进，跟外国人斗、跟外国人打，你就可以获得好的结果。但是说实在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想获得这种发声的渠道也并不容易。那战狼也不是说你想当就当的，你得有一个事件嘛，对吧？所以其实你找到一个适当的契机，不仅仅表现出自己是战狼，同时还表现出对习近平的忠心，那这个就完全有可能在59岁的时候焕发第二春呢。那你要知道，那你要是这没有第二春的话，明年就卷铺盖卷退休走人了。那万一要是被领导人一看说这个人不错，小郑同志嘛，是不是？我看可以做一个这个驻英大使，这同时可不就是这个焕发第二春了吗？所以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怎么说，在外交界啊，中国的外交界的这样一种逻辑，这样一种就是谁激进，谁能够表现出对领袖的忠心，谁就有可能获得好处。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分析啊。但是啊，我说完这个，我也其实这个挺担心的。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外交姿态啊，应该说把很多国家都吓住了。这个不仅仅是所谓的这个战狼外交的言辞，也包括这种行为，就是这种战狼直接出击啊，这可不是战狼语言了。你想，使馆工作人员冲出领事馆，那领事馆外面是英国领土啊，那是完全有可能酿成非常大的外交风波的。大家都知道啊，中英之间发生的历史纷争就是类似的外交冲突，这不是第一次。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1967年，1967年的文革时期，那已经都是快60年的时间了，50多年的时间。当时因为这个香港嘛，中国搞文革嘛，香港也搞的这个文革啊，如火如荼的。香港那些左派上街抗议英国港督啊，这个风波传回到国内之后啊，国内的这批红卫兵小将啊，就准备拿这个英国驻中国的代办啊，来拿他们开刀。其实英国这个国家挺有意思的，他当时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他就宣布不成立蒋介石政府了，不成立中华民国了，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你就这一个台湾那么点小地方，你没办法代表中国的主体性了，他就宣布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中国跟英国一直没有建交，所以两个国家始终是个代办关系，就是英国在中国有个代办处，中国在英国有个代办处。那么这个代办呢，在文革期间呢，这个中国的红卫兵小将，当时你想想，那是把这个美帝、英帝那都看到一起的，都是这个反动势力嘛。所以就是在1967年的8月22号这一天，首都红卫兵在北京开大会，就要求这个英国的使馆呢，其实必须不是使馆呢，就是代办处啊，在限时期之内必须给出答复。更大的背景呢，也是因为当时啊，说实在的，外交部也乱套了。这个外交部当时啊，也有被红卫兵给夺了权。夺了权之后呢，这个整个外交系统也瘫痪了。当时还有个段子啊，就事后这不是段子，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个国家的大使馆的人员呢，到中国的外交部啊，去这个面见中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和部长啊。结果呢，当时那个部长和副部长已经被红卫兵给这个夺权了吗？那这个时候人家要点名要见外交部长怎么办呢？那红卫兵压着那个外交部长去见这个外国的这个使节。这外国使节见着这个
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了几句寒暄话之后想要走，这个红卫兵在旁边一拍桌子说：“慢，我还没讲话呢，是吧？”这就是当时的外交部，知道吧？所以外交部当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所以当时英国的那个代办处其实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保护。因为当时那个外交部被红卫兵夺权之后呢，还干了什么荒唐的事儿呢？就把这个毛主席语录啊给各个国家的这个驻北京的使领馆去发送这个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什么之类的，甚至还要求他们外国的使领馆也学习这些毛主席语录嘛。我们的伟大领袖，你们也得学呀。所以很多国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酿成了外交风波。所以在8月22号这一天，红卫兵啊又准备去搞这个英国代办处的时候，英国代办处没回复嘛，他们冲进去了。冲进去之后，就开始点着了这个英国的驻华代办处，就把那汽车啊、楼都给点着了。后来还是北京市卫戍区的那个军队啊，冲进了英国驻华办事处，把那个当时那10几个外交人员给捞出来，从火海中间捞出来的。后来那个当时那个英国的代办处里头，那有一个叫参赞，这个人叫伯利什么？这个人叫名字叫什么？我得查一下啊。柯立达，他当时跟那个代办的2个人一商量，就向着革命群众投降了。投降之后，2个人都被打了，打了之后呢，被软禁在北京的郊区啊，挺长时间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被这个首都各个群众这个押着开批斗大会，从北京弄到上海，从上海又弄飞机给押送回英国了。这件事情传到英国之后啊，当时英国的老百姓其实也觉得中国做的事情很荒唐啊，所以就有很多就是英国的群众啊上街去游行，尤其是在中国驻英国的代办处门前去游行示威。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就中国代办处里头这些革命群众、外交人员啊，拿起棍棒就从那个外交就从中国的这个驻英国的代办处冲出去了。冲出去之后，就跟群众和英国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就打起来了。当然也是互有挂彩啊，当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冲突事件。我为什么讲这段历史啊？当然我就可以在想啊，就是你想一想，我们跟英国发生的这种直接的外交冲突，就是60多年前的中国文革时期火烧代办处事件，而那件事情给中国在外交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虽然后来周恩来啊又给英国人赔礼道歉呢，又把那个代办处啊重新给人建了啊，但所造成的那个影响，消极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是今天呢，给人感觉啊，历史似乎在重演。虽然呢，这些外交官啊，在英国啊，其实他们那个受这个维也纳公约的保护，不管他们采取什么行动，英国警察也没有权逮捕他们。其实他们就算把人打了，说实在的，英国也不太可能制裁他们。但是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非常差，因为中国都是英国都是维也纳公约的这个签约国嘛。虽然说有豁免权，但是维也纳公约里头也规定啊，所有的外交人员你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你有义务。所以警察其实是可以调查你的，因为你这个豁免权仅仅是豁免了，因为你外交官的身份被豁免了，这个管辖权原本还是属于英国的。你只是因为你外交官的身份而获得了豁免，但你有义务配合警方的调查。那么你利用这种豁免权，如果要是采取一些荒唐的举动，那其实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外交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英国历史上不是曾经发生过利比亚？利比亚当时搞革命的时候，那利比亚的那些群众到利比亚的那个大使馆门前去抗议，结果利比亚干了一件什么荒唐事情呢？那利比亚的外交人员就在利比亚的使馆里面拿枪直接往外打，打伤了10几个人，还打死了1名英国的警察。这件事情当时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是根据维也纳的公约，这些利比亚的人，英国政府也不能把他们怎么着，后来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把他们都驱逐走了。但是你想想，那个革命的利比亚在国际社会上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后来美国去袭击利比亚的时候，英国可能跟这也有关系，就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空军基地嘛，去收拾利比亚。结果后来卡扎菲上校也死在了革命群众的这个手下啊。我就在想，就中国现在这种外交的一轮一轮的加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种逻辑啊，
真的有可能给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不说了啊，有可能带来擦枪走火。因为其实外交啊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势力的综合形象的反应啊。如果外交不能广交朋友，给中国四面树敌，它有可能给中国所带来的这个风险，有的时候是难以预测的。我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细节啊，其实文革期间，中国跟苏联大家都知道打起来了，打起来的时候在珍宝岛是吧？其实当时打起来之后，其实是苏联跟中国都是两头怕的，真正的高层，因为并不想在这两大国家之间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所以当时的英国的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就打电话找中国，打到中共中央的机要室，说我是勃列日涅夫，我想跟毛泽东通个电话。结果这接线员是一个红卫兵小将，他说什么？他说你就是个苏球头子，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伟大领袖打电话？咔嚓就把电话给放了。你想想这件事情啊，它有可能是不是酿成一个巨大的祸端？因为本来苏联是在跟中国想要沟通，说咱别打得太狠了，差不多就行了。结果一个红卫兵小将就把这件事给结了。那么今天的这些外交使馆自己擅自冲到外面去，就跟英国的警察跟普通的这些人去直接干，多多少少就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的这个影子。我希望啊，这样的风险呢不要再继续上升了，因为它不仅仅事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更有可能把中国整个中国这个国家带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